OK， 这是 Money XYZ 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期视频。但如果你是特斯拉的投资者或者关心这家公司，这是一个必看的视频。那特斯拉刚公布了2023年第4季度的财报，然后股价开始崩溃式大跌。那在财报发布的这一天，我正好采访了一位曾经在特斯拉工作7年的 FSD 自动驾驶工程师于振华。那他不仅是特斯拉的前员工啊，更是和我们一样的长期投资者。他坚信特斯拉是一家 AI 科技公司，认为股票还可以翻10倍。我的目标是10倍。那访谈中啊，我们聊了最近的财报，为什么电动车的故事已经靴子落地，为什么特斯拉是一家 AI 公司，从它内部的视角讨论了 FSD 的历史、竞争对手、LiDAR 争论幕后不为人知的背景。Elon Musk 和公司文化，以及为什么他认为最新的 V12和 End-to-End 自动驾驶技术让特斯拉迎来了他的 ChatGPT 时刻，走上了10倍之路。那我们录了2天啊，讨论太多的细节，积攒了4个多小时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啊，这里只能剪辑播放1个多小时，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部分。那其他的敏感问题、幕后的一些深层探讨和历史细节，和个人投资的经历和感想，都会发布在会员网站。那咱就开始。OK， 老于今天很应景啊，昨天刚财报，现在跌了多少了？我不想看了。不想看了？我看一下啊，大概接近181吧。OK， 好，那我上来想先问你3个问题啊。昨天正好很应景财报，然后今天跌了这么多，我就想问你，你做一个特斯拉的前员工以及他一个长期投资者，你会去卖这个股票吗？现在绝对不会。第二个问题，特斯拉到底是一个车企还是一个科技 AI 公司？在我心中是100%的AI 科技公司。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我真的相信，否则我不会留一股股票在特斯拉里面。第3个问题，那你什么时候会去卖这些特斯拉股票？10倍，也就是大概6个 trillion 的时候。6个 trillion， 对，2个 Apple，2个 Apple，当然那个时候 Apple 也会很高了。如果那个时候你要把你的这个民宿卖了的话，我接受。OK， 那你觉得这还有多少年？这个很难讲。我觉得10年、20年我都能接受。OK， 好，那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首先感谢老于大老远从这个德州跑到我们加拿大的德州 Alberta 来跟我去面基。我们现在在这个美丽的落基山里，然后我们现在在录节目的这个场所就是靠卖特斯拉股票的钱。这个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特斯拉股票换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应景。那老于，那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的，我觉得我有3重身份。第一重最重要的就是 Money XYZ 的忠实粉丝。第二重呢，我是和你的频道里的绝大部分观众一样，是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长期投资小散户啊。然后第3层呢，我是原来在特斯拉工作了7年的时间，然后最近离职了。OK， 那咱现在就来讨论一下现在所有人都在关心的昨天这个财报以及今天这个大跌的股价。首先我想问你，你觉得它为什么会大跌呢？我觉得大跌是预期之内的，然后在我看来甚至和财报没什么关系啊，因为今天正好有一个人在推特上总结了一下过去4个季度财报之后的股票涨跌都是9%以上。而且我们知道去年第2个季度是 beat 的，我们的财报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依然是大跌。所以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预期，甚至虽然看着起来有点心疼，但是对我觉得和瑞一样，我们都很习惯了。那就是这次财报，你觉得这个里面有什么是让这个投资者或者说华尔街感到有惊讶的部分吗？你作为一个特斯拉投资者跟一个前员工，有什么新的信息你觉得可以值得来聊的吗？我看了一看，很少。首先我觉得现在特斯拉在这个 auto 这个 business 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透明了。analyst 做的分析非常非常到位。当然他们的能力也仅限于此。Gary 有说话。Gary 的 horizon 应该就只有3个月。其他的我没有看到任何新的信息，说实话。当然了，股票大跌之后，大家再去找原因，为什么呀？说是 guidance 不够好，可能这是原因。那其实提到这个 guidance， 实际上以前伊朗发出过大话，我每年要搞上50%的这种增长率，大家觉得 OK， 你能不能 guidance 说要达到这个或者差不多？那现在出来之后呢，他没有给出具体的一个数字。感觉不够让人 exciting， 是吧？对啊，你看这里面有2个问题。首先，它 guidance 很 notably 这个 lower。
那我们其实昨天我们聊的，对啊，反正10到20之对间， 10到20之间，对，而且很有意思一点，你看他说他们期待今年的这个 storage 的增长会超过车，对吧？那其实就是说明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车的这个增长率会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车的现在整个就是你实际上有一个 market 一个 shift， 就是你不是像以前的供不应求，你现在是有点供大于求，就是你这个电池你用不完到车上，所以你就能够把这个电池放到你这个 storage 上了。但这个 storage 实际上说它也是一个比较 margin 比较高的，其实长期来看它的 margin 到底说比现在其实已经够低了，再低多少也不一定有那么像他们想的那么夸张。但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会儿我们要刚才聊的，就大家现在是好像是 settle 一个故事，就是说它是一个车企，对吧？我拿车企来衡量，你现在都比不了这个 Toyota，是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高的一些市值？我再加几句 guidance 啊，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特斯拉管理层，特别是伊隆马斯克期待真的太高了。我觉得管理层他其实在这种经济情况下也很难判别，今年比如说车能卖多少，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大家要注意到 Model Y 去年已经是全球最畅销车型了，那么 Model Y 和 Model 3现在是将近180万去年交付。我觉得你问问自己，在你去来做这个 projection， 以后特斯拉比如说在某一年卖1000万辆一年，那么你认为 Model 3和 Model Y 会占多少比例？如果在考虑会有这个25000车型的出现的情况下， Model 3和 Model Y 能有多少增长的潜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预期是华尔街，当然这是一种你说伊隆马斯克之前有承诺，但是大家也是一种人为造成的一种所谓预期。在这种经济情况下，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去给你是一个什么所谓的 guidance。 那他既然提到这个25000的这个廉价的一个车型啊，他还说其实他说挺明确，就是明年 towards 明年年底它就要量产。实际上这跟我们之前判断的差不多，就是你看它实际上是从去年4月份才真正决定，3、4月份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专辑，他决定在这个德州先做这个厂子，然后呢去把这个生产线弄好，大概得需要1年半。那果然其实跟我们原预判差不多，最早也就是2025年的这个年中，然后到这个年底。那你觉得这个25000美金的这个车对特斯拉这个公司的意义有多大？因为现在所有人都说 OK， 我们要等这个便宜的车型，那对我们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长期投资者来说，它也不意味着什么，它只是意味着这个特斯拉在按照它最基本的这个 business 来正常的一个增长而已，仅此而已。就造车这件事情，或者说它生产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只不过你给它一些时间，或者说因为 auto 是一个非常 cyclic 的这样一个行业，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太相关了，所以说这种某一个年某个季度波动，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太大关注，所以我也很难给出一个特别在大家看来比较 valuable 的 comment。 OK， 那我觉得这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你是搞软件的，你在特斯拉搞这个 FSD， 对吧？你看到的呢是一个软件的一个世界，一个软件的特斯拉。那其实作为我们这种小的投资者，我们外面看，就不管你承认与否，其实我以前在节目中呢，当时也说过，就你刚才也提到，它这个 auto market 它就是这样的，跟经济周期有关，跟你生产的这个供应链啊各方面都有关。也就是说，你特斯拉现在至少从表象上来看，你很容易让别人把它看成是一个造车的这么一个企业，你的症状它就是一个造车的症状，你的 margin 我要看你的车的这个 margin， 然后你的下一代的这个车型是怎么样的。他财报上说了一点很重要，他说我们是在2个 growth wave 之间。伊朗说，那第一个 growth wave 就是3 and Y， 那第二个 growth rate 就是 next generation， 那25000以及这个 platform 上的其他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你可能还认为它有一个第3个真正的一个 growth 这个 wave， 那它这个 wave 呢可能就是 AI 啊 software 啊这些 service。 但我就想问你，你的这个 FSD 你最后你不也得跑到这个车上吗？对，你需要有个硬件的加持，所以这个25000我从这个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并不是说我不在意这个车的产量，我是在意，但不是今天。我在曾经 Model 3的这个当时生产的过程中，我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在 Model 3量产之前嘛，就是在量产之前，大家对这个车都特别期待。当时我是开这个工程车，
然后我就开 Model 3，我就开这辆工程车，我去那个湾区有个地方叫 Santara Road，然后我就开这个车，我去那儿一个商场，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湾区也没几辆 Model 3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开过去，然后你就看路上的所有的人啊，全都停下脚步，然后就注视你这辆车，就看着你。这跟现在 Cybertruck 似的。我天啊，真的是我就觉得这车这稳了，我觉得这种效果，大家都万众期待、万众瞩目，你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所以说当时就是说达不到5000一周的时候，什么所谓产能低的时候，我一直都不慌张，我觉得这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啊，有这么多人喜欢，所以说我当时我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开始买特斯拉股票。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觉得如果这个的话，股价下跌的话，我无法接受这个事情。当时的话，你作为一个特斯拉投资者，确实应该在意车，因为你没有证明你具备足够能力，能够盈利，从卖车这件事情中盈利，因为这件事情在全球的 auto market 来看来，就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特斯拉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能盈利？但是在今天的我再来看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再去质疑特斯拉的生产能力和它造车的盈利的问题。它盈利多少并不一定是它由自己决定，当然车的产品力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现在主要是一个经济大环境影响。这个财报上还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值得可以探讨的？觉得比较 impressive， 我每次都是看它 FSD 的这个积累里程数嘛，所以说你看 FSD 是从上个1年前，就是2022年的 Q4 外的 release， 然后那个之后呢，它的可以说是非常快速的增长。大家知道最近 V12， 你已经开上 V12， 已经有 V12， 然后和很小部分 customer， 那么根据他财报说，在数周内就会推荐给 customer， 对吧？那么我会期待这一次的这个里程数的增长会比这个斜率会更高，因为 V12。我相信大家看到Twitter 上一些人的这个分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更新，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 service 啊之类的开始赚钱了。其实我想说，其实这是我们预期以内的，对吧？之前大家说Tesla 是一个很多 startup 组成的，对吧？有什么保险之类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是要给它一些时间。它慢慢就会体现出来，比如说这次的这个 energy storage 以后要出现在财报上了，分开来列出来了。我觉得慢慢你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component 在财报上体现。比如说某一天 FSD 会突然间列出来了，对吧？它的收入，我觉得这就是我所期待的。好，那关于这个财报，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财报是不是就真的就给我感觉就靴子落地了？就说这个 EV 这个故事好像。OK，that's it。然后这里面是不是也在意味着，包括它的股价的这种下跌，意味着这个资本市场它在有所调整，有所把这个注意力有所转移呢？我觉得是的，这就是整个的大环境，就是有大环境、小环境。我觉得大环境就是你说的资本市场现在最热门是什么？是大模型啊，是 AI 啊，对吧？大家要往那方面投钱，所以说上一个精彩的故事是什么？是 EV 啊，大家要转出来了，要转到，这是我自己看的啊，它的 focus 要有一个新的转向，而且现在在我看来，为什么大家不应该太多关注这个会计这个账本的这个财报呢？就是你看来看去，特斯拉的 potential 是体现不在这个账本上的，目前完全无法体现。你看来看去，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我们说比较出色的一个造车企业的一个财报。这个点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那么你看了半天，它就是这样一个财报的话，那有什么太大参考意义呢？没有意义，大家不要看它了。那个 move on 啊，该买该卖。对，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靴子落地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者他都有这种。不能说心态有预期嘛，就觉得我这个特斯拉能给我再来一个什么 surprise。其实大家都在观察，那之前实际上从2023年的年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大家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因为你开始降价了，这个东西是不是不行了？以前你是总是这个供不应求，对吧？伊朗说 OK， 我们每生产一辆 every single car 我们都会给卖掉。这一次的这个财报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下来，这次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靴子落地，就大家明白，就像你说的，不是说 EV 这个故事画上句号 ，no， 它将来我认为它还有个很长的一个 potential， 但是说就是说它的这个 trajectory，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明白了，这个故事实际上我们有一个 clear path， 以后就是什么呢？越来越便宜，你们特斯拉就把这个成本搞就越来越低，对吧？越来越 efficient。那 Legacy
Auto 会有问题，中国的这些企业它会崛起，对吧？它甚至会占领很多市场。对，他其实昨天提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他说如果没有贸易壁垒，中国企业就会摧毁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上造车企业。我非常同意你说的靴子落地，就是说大家以前认为有一点点幻想，认为 EV 可能你的这个 margin 会高于传统车油车，但是现在看来 EV 本身它不会高于这个油车，所以说如果它的 margin 就是和油车一样的话，那么 EV 的故事确实没有那么光彩。你认为这个资本预判错了吗？就是它从 EV 上你认为是预判的是对的，但是从科技上你认为它是，就是说他们对特斯拉这个公司现在有判断错误的地方吗？我觉得完全错误啊！这些机构嘛，他们没有那么长的这个 investment horizon。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些小散户啊，我们在上一波我们赚了他们的钱，我觉得下面我们还要继续赚他们的钱。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 EV 这个故事里，资本从这里撤出了，但是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这个科技这个故事，他们并没有进来。AI 的故事呢，他们现在是大家一切嘛要看财务报表，哪个 AI 的 application 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啊，这些会计们就开始就激动了啊。所以说特斯拉的 FSD 没有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特斯拉的机器人没有体现在财务报表上，所以说他们根本考虑都不考虑。OK， 那这种潮起潮落的一个过程，现在潮落了，那现在我们小散户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再把船放到岸边，再等着这个潮来，再把我们推得很高。好，那太好了，正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就聊一聊，你说你真的相信它是一个科技企业，是一个 AI 企业，那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它这个 FSD 跟它的未来 AI 事业。不过开始前我要再看一下这个股票啊，我们现在是实时的，我也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看我们这个节目有没有把它的股价给稳住。稳住了一些。现在是180。不错不错，看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很有作用的嘛。对，华尔街那个听到了，对他们听到了。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FSD。首先呢，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特斯拉这个公司在这个自动驾驶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吧。OK， 既然我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活的 FSD 的一个工程师，那我觉得可能是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你刚入职的时候是16年，对吧？对。然后16年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刚从 Mobileye 出来，然后到 Andrej Karpathy 来之前，这是一个阶段，然后 Andrej 来之后，这是一个阶段，然后 Andrej 走了，这又是一个阶段。我认为你说非常准确啊，就是以 Andrej 为核心的3个阶段，确实是这样。我觉得 Andrej 对于这个自动驾驶这个组的改变非常大。我认为在他来之前呢，就是从一开始马斯克就是从我入职的时候就是知道他说要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趋势，对吧？用 AI 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在当时你去比较其他的这个 competitor 的话，比如说 Waymo， 比如说对，其实并不是 AI 并不一定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所以说当时马斯克就提出要用 AI。当然了，自动驾驶组肯定是贯彻他这个思路，但是呢，大家的 mindset 并不是 all in AI， 就是说我们可能知道要做 AI， 但是怎么做没有那么一个清晰的感觉。所以是 Andrej 带来的，就是我认为就是他带来并不只是说我们要做 AI 了这件事情，而是整个的他的这个 mindset， 就是说我们做事情要从 AI 来出发我觉得这是他给这个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也就是 Andrej 来之后，我们进步非常神快，然后呢，马斯克也非常高兴，所以那时候我们全组第一次被请，也是我整个唯一一次被请到马斯克他家里，在 Simon Till 的豪宅里面，他的家厨房的中岛上，给我们演讲，他对 AI 的看法。我觉得那是我整个7年特斯拉的这个职业里面最高光时刻，心潮澎湃的时刻。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刚刚开始。我觉得特斯拉它的 AI 的潜力刚刚开始。那他当时在他家跟你们演讲，有哪句话或哪段话你印象最深刻？我并没有听他演讲，我当时净想着拍照了，净嗨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我就在琢磨，这也管不管饭啊？这什么我都饥肠辘辘了，真的。然后谁把来钱车票给报了？对，然后真的没在他家吃饭。后来有来一些披萨，就吃披萨。对，就在 Andrej 来之前，你们也是用 AI 的，那这个 AI 到底用在哪儿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加入的时候是16年，那么16年的时候呢，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观众们应该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所谓 deep learning 这么一个概念。就 deep learning 当时是在这个计算机视觉领域是非常非常活跃的。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的应用，比如说你拍个照片，然后就中间把你人脸给抠出来，或者这种识别啊，这种在一些 photo app 上一些应用。那么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特别是纯视觉的应用呢，其实是非常少的。你要去看这个发论文的话，所以当时最领先就是 Mobileye。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特斯拉我加入的时候其实是落后于 Mobileye 的，在这个纯视觉自动驾驶上，所以说无从入手。也没有 public 的这种像这种paper 啊，或者说这种开源的软件，完全没有，就是真的从零开始。就是当时负责特斯拉自动驾驶视觉的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牛的一个计算机几何，就视觉几何方面的专家。就是从他的角度来开发呢，还用了一点点 AI， 但是呢，并不是像今天特斯拉自动驾驶的就 all in AI。OK， 那用了一点点 AI， 这个 AI 是干嘛？比如说认识一个道路，还是认识个什么路牌？到现在你认路牌认不准行吧？我这30公里路给我跑100，有时候。其实做自动驾驶最难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你能够在你的这个 lane 里面开 ，keep in your lane， 其实这是最难的。今天福特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的福特，今天的 GM 也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GM 他们还依然用的是高精度 GPS。然后呢，福特的这个你可以看看他们在路上开，稍微有一点转弯大的弯的 curvature， 你的车就偏出去了。这就是今天传统车厂的水平，还没有达到特斯拉多少年前对，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水平。这个东西看似简单，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当时呢从这个入手开始做一些 AI 的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哇，那个其实太粗糙太简单了，但是已经开始用它来解决一些 AI。其实如果你要是说来界定它怎么用 AI， 就是说你如果听说过神经网络，就是神经网络开始在特斯拉的车上跑了。这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起点。OK， 那既然我们从历史上谈，我觉得这是很好一个切入点，正好给我们这个行外的小白呢来做一下科普。你们说有 hard code 的部分和 AI 的部分，我的理解是从 Android 来之前呢，你们的 AI 的是很小一部分，然后越来越多，到现在说 V12是 end to end。OK， 那我现在就想把它剥离开，就以我仅有限的计算机知识，所谓的 hard code 就是一行一行代码，比如说 if， 然后就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最早你们这 AI 呢，就视觉这方面，比如说我识别这个，比如说你这个 boundary 这个道路是怎么回事，什么路牌怎么回事，对吧？有没有这个 obstacle？ 但是你控制这个车，它到这是不是要刹车？它是不是要拐弯？是不是要躲或怎么样？这是 hard code。 就像那个他说V12去了30万行这个 hard code， 就他告诉你这种情况你要这样，你这种情况你这样。但是我们的这些 code 它本身它并不能识别这个世界这个道路啊这些线呢，那就说是不是就是说识别这些层面刚开始是你们 AI 做的事情，但是说具体操控这个车你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这就是就像我们写那个代码一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 hard code hard rule，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我觉得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 if else 其实是这是一部分变成 AI 已经是最近的事情，就 V12的事情了。那么我还想回到原来刚才我说的这个道路这个 lane detection， 因为就是今天福特还没解决的问题，今天 GM 还没解决的问题。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说你怎么样是 AI 一步一步的把这个 code 变成 AI， 其实就是 Andre 所说的叫做软件 2.0 的这个概念。就是 AI 它认为是软件 2.0， 非 AI 是软件 1.0， 就是 rule based if else 的。那么一开始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完纯粹的用像素来这个对比，比如说你发现一个白色的像素，那么它就是 lane， 就这个简单。那 if 它是个白色，那么它就是 lane， else 它就是 road， 这是最简单的，对不对？那么慢慢的呢AI 呢就会告诉学这个像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 lane， 你不需要再用 if else 了，这个像素就是 lane line。但是呢现在但是你传导到下面，它还是不知道这两个某一个点是在一条 line 上。你还是要用 if else 来去找来去 search 这个点。
可能比 if else 稍微再复杂一点，但是这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还用一个 hard code 来去测试这个点，然后慢慢的 AI 呢就会告诉你，哎，这几个点也在一条 line 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那么到今天，你甚至不需要做 lane line detection， 没有这个东西了，完完全全没有这一步了。AI figure out 说你就是这么走，你就要这么往前走。所以说这就是 AI 一步一步的变成了软件 2.0， 软件 1.0 就慢慢在 code 里面逐渐消失了。所以说这今天当我看到 V12 release 给 customer 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激动的。那我想问你一个更细节的一个东西，这个 autonomous day， 我不得不说，我作为一个特斯拉投资者，我是被这场 autonomous day 这个自动驾驶日，那应该是19年的时候，应该是19，应该是。当时你参加这个 autonomous day 了？对，我参加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 significant 哈。你也有说过，它这个 autonomous day 跟后来的这个 AI day， 它是有很大的这个一种不同的。就是autonomy day 和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它和后面的 AI day 都不一样。AI day 呢是用来招聘的，所以说他请的都是一个，比如 Stanford 的这些专家，也就是毕业生，或者各个公司的这些找工作的在 LinkedIn 上发这个邀请，autonomy day 全都是华尔街的 analyst。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一个巨大的一个背景，就是特斯拉的估值非常低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记得是摩根斯坦利给了 Waymo 大概10倍于特斯拉的一个估值，就是他认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一文不值。然后 Waymo 呢是特斯拉造车他都不管了，这么多有几个 Gigafactory 在那儿他都不在意了，他说 Waymo 是你的10倍。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这是做 Autonomous Day 的初衷，就是马斯克认为这个我们被严重的低估了，我们要让华尔街意识到我们做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景。当时我记得伊隆马斯在这个自动驾驶上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 lidar is fool's errand， 他说对吧，傻子才用这个 lidar。 我就特别好奇，你们这个 FSD 你们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团队里有没有对这种 lidar 或者说其他这些 sensor 这种 debate 看待这个事情了？我是我只谈个自己看法我是非常 biased 的。首先我是14年呢开始入行这个自动驾驶，前2年在德州仪器做 research， 然后16年入职特斯拉，是真正开始触碰产品。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呢，就是自动驾驶呢是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比今天的我想说比今天的 ChatGPT 还要火热。从资本市场来看，当时是火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那好好工作呢，就会有一些风投的人找你说你别干了，你来那个给我们创业吧。他们 FOMO 了，他们觉得他们的钱花不出去了，怎么感觉 Waymo 马上就要实现自动驾驶了，我们再不做点什么，对吧？他这一波他们赶不上了，就这么一个状态。钱进来了嘛，有些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就开始创业了。创业的话你要知道投资人最希望你是什么？你快速的搭建一个 demo， 快速搭建。这个时候呢 LiDAR 是最有效让你最快搭建 demo 的一个工具。所以我非常非常理解 LiDAR 为什么那么盛行，因为它的 demo 非常快就能让你搭建，然后呢会让非常 impressive， 让华尔街这些人都觉得哇，这才是未来，特斯拉自动驾驶一文不值。我觉得这个 LiDAR 和这个纯视觉的争论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回溯一下，我们再看看历史，为什么你要用 LiDAR？ 为什么大家要把这个 LiDAR 这个传感器大家都没听说过的东西提出来呢？一开始其实这个 LiDAR 呢以 LiDAR 为传感器核心的自动驾驶呢，是来源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个自动驾驶的项目，它的一个竞赛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是在2010年之前了，我第一届忘记是2000几年了，反正非常非常早了。就是那个时候呢的 AI 的技术和2016年我加入特斯拉的时候，或者再早一点2013年14年 Deep Learning 刚兴起的时候， AI 技术绝对不是同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的 AI 可能什么都做不了，或者在自动驾驶这个领域根本就不 ready， 能够让纯视觉能够让自动驾驶成为一点可能性。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使用 LiDAR 可能是最简单最可行性的方案，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沿袭下来了。所以说包括 Waymo 和一些创业公司，他们的核心成员你会发现他们都有这个 DARPA 这个自动驾驶竞赛的影子，他们是有很多人是从那个竞赛中脱颖而出的。所以说这就是 LiDAR 一开始被使用的，我认为
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大家就根本就没有去想纯视觉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一次又是马斯克他非常有 vision， 或者说他非常有胆量 all in 这个纯视觉，就是他在他认为用第一性原理就认为纯视觉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让团队就这么去做，那么团队的执行力很强，就把这件事情今天就给做出来了。你说你是服还是不服？那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广泛的一个讨论，说这个 LiDAR 这个东西不可 scale， 因为太贵。但是你看像我现在手机上我不得也有 LiDAR 吗？对啊，也有 LiDAR。那它很便宜的时候，那你们会不会考虑也把它引入呢？就像雷达一样。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人都来问我的啊。这本身又不只是一个物料成本的问题，在技术上其实也有成本的。首先我给大家一个行业的一个 update 啊，就是做这个辅助自动驾驶的，就是说现在和特斯拉 Autopilot 比较类似的车企，主要是中国车企居多。他们呢，很多车在一开始的第一款车型是有 LiDAR 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在它的未来的1到2年都会发现他们就要把 LiDAR 拿掉了，又一次的证明马斯克的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忽略了，就是 LiDAR 在自动驾驶的这个领域里面，它做的并不只是 additional 的一个去检测物体的东西，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是它是做定位的。这个技术呢，就要求这个 LiDAR 是能够绘制地图，然后呢又告诉你的这个车在这整体的坐标系里面处在一个什么方位，而这一步就是等同于我刚才跟你谈的，就是做你这辆车最基本你要 keep 在 lane 里面，就是我要知道我这辆车在哪儿。而这个问题是特斯拉这个路线呢，是通过纯视觉来完成的，而LiDAR base 呢是通过这种 SLAM 这个技术完成的。但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SLAM 他说是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也就是说你要 mapping， 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今天在你家门口要开，你要有个 LiDAR 车那儿先跑一下啊，先来 pre-map 一下。你能够想象这个东西如何 scale 到你的特斯拉车上吗？所以说它不只是一个物料成本问题，它是有技术上的可行性的成本。就是辅助自动驾驶这个 LiDAR 看来这一步你是不可能用的，所以说 LiDAR 在 mapping 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application 上你没有用了，因为这些新势力造车包括特斯拉都不可能承受用 pre-mapping 这一步。那么好了，那 LiDAR 还剩下什么作用？ LiDAR 只能用于检测物体，然后告诉你这个物体的速度、方向，它也很有用，它也非常非常有用，但是呢就没有那么有用，因为视觉，特斯拉又一次用视觉，它的纯视觉技术证明了我也可以做到。所以说基于这个原因呢，我完全不看好 LiDAR。在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特斯拉有多领先，下面的会是谁？你能做一个简单我这太得罪人了，这个那会儿你来一个 general， 或者你说哪个国家的这个我记得这个问题是曾经在财报上这个有人问过马斯克，或者马斯克在他可能不是财报，他可能在一个非常其他的一个访问里面，他的原话是他说他看不见第2名。所以第2名在哪儿呢？我觉得不好这么横向比较，特别是做 Robotaxi 的，比如说 Waymo、Cruise 这些呢，和特斯拉这样是渐进性的通过辅助驾驶的，不太好同向的比较。但是如果在同一个领域里面呢，那特斯拉确实是第1名，毫无疑问啊。刚才我说了，福特和GM 至今没有解决 lane keeping 的问题。但是呢，很多这个中国的新造车势力，他们跟的非常非常紧的，非常非常 close 的。我觉得这点我就要说一下，这个 AI Day 啊，给出的信息太多了。AI Day 真的，我坐在下面看，我觉得你，我都学会了，你都学会了，你要开自动驾驶公司是吧？就是说，我觉得 AI Day 它的信息太多了，所以说你要行内人，你看完 AI Day， 你会节省很多很多弯路。对。你可能马上就懂了啊！我下面应该怎么做了？所以说我最近看这个雷军他那个小米的发布会，他的这个很多的关键词，自动驾驶关键词，就是这个特斯拉 AI Day 的很多就移植过来的。所以说你这么一个关键，你哪怕说这么一个关键词，对这些竞争对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他们马上 keep up。我给大家稍微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就是说
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国内的这个辅助驾驶，他们都还没有，甚至没有用到无图技术，还没有。什么叫做无图？无地图？无地图技术就是国内的这个绝大部分就是现有的，还是通过高精地图，然后比较高精这个定位，有可能是RTK 或者 GPS 高精定位来实现这个自动驾驶。所以说，那在作弊呗？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他，我不怕得罪你的同行。feature 你可以，因为它就算是它的这个有一些限制，但是你可以说它 feature complete 嘛，总比福特GM 强的，因为福特 GM 他不看我们频道，所以我们无情的说他。对，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但是无图技术这一个技术，我印象里特斯拉在可能2-3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对。那么今天的 end-to-end，那我觉得又是到一个心态，大家还在学无图呢，大家还在 keep up 这个东西呢。今天又来 end-to-end 了，那你说特斯拉领先多少 ？OK， 那我先按下不表，这个 end-to-end 先不说。那 Andre离开了，那对你们有打击吗？当时我们外部投资者是说上我很喜欢 Andre， 对吧？感觉非常文质彬彬，然后说话非常非常的理性，对吧？我从那儿学到很多，包括现在我都在看 YouTube。那我们当时觉得他走了，当时一说他有个 sabbatical， 我说得没戏了，汤凉了，对，这走了，是不是？那你们是个什么感觉？有打击吗？就是 Andre 走的时候呢，我其实已经转组到奥斯汀了然后呢，我看到他 sabbatical 的时候呢。我觉得有跟你同样的想法，他应该是要走人了其实我也并不意外因为如果你要是看就是特斯拉自动驾驶核心人物的就是1号人物的话，Andre是待时间是最长的了。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也自嘲说：“哎呀，我还在这儿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已经是。那么。他的走呢，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而言，对我来说是预期内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他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件挺好的事情。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也真的没有觉得他会给特斯拉自动驾驶带来任何的伤害这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提到特斯拉Andre 来到特斯拉的时候呢，是完全改变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我们自动驾驶组的这个 mindset 变成。All in AI，经过他这些年在这自动驾驶，我认为他完成了这个任务。我觉得他在离开那一刹那的，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组里面没有任何人质疑这一条路线所有人也都把自己当做一个 AI 的 engineer， 所以说这个的改变呢，我觉得就够了。因为大家知道在硅谷人才是不断涌现的，绝对不缺乏人才。因为硅谷是把全世界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所以 Andre 的作用太功利了就是说他带来了 AI mindset， 然后他让大家在这些最牛的 AI 人来选择工作的时候，会把特斯拉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说他走了，会有更牛的人，更优秀的人加入这个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后来事实大家也证明了，Andre 走后呢，这个 end-to-end 就是他走后才推出来的是我觉得跟他的贡献有关系，但是不大。OK， 那既然我们提到这儿，我们就聊一聊这个 V12。我先问你个最直观的，你开这个 V12 跟我这个跑在加拿大的 V11比起来，你感觉有什么哪些最直观的一些区别？我觉得就是应该说这是最直观的一次变化。以前的 update 呢，给你个 release 说什么提高了几，你有感觉吗？对吧？就是说特斯拉肯定不会骗你，那确实提高几，但是对于用户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大反应。但是 V12 到 V11确实是一个最巨大提升，就是它开得很像人。所以说这就是我一会儿会给你讲到我认为特斯拉的 ChatGPT moment。刚才说特斯拉的 AI 含量从一开始的一点点，然后到现在最后到最后 end-to-end。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真正让用户到体验的那一部分是最后一部分 planning and control， 对吧？这一部分你前面再 AI， 你后面那部分 control 如果是 rule based 的 if else 的话，那么你作为用户你感受的就是 rule based 的产品。好，那我打断一下，你说 plan and control，
具体一点。Plan Control 就是车怎么样规划，它往怎么拐弯，角度速度要不要换道之类的，就是这个，就是我最直观我驾驶的这一部分。驾驶这一部分，也就是说，以前这个驾驶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 hard code， 就告诉如果这个，比如说 AI 告诉你这是一个红灯，你要刹车啊，它有一个执行代码，我要怎么刹车，所以感觉就像机器人一样，是复杂的 hard code， 非常复杂的。这时候你们搞的这个30万行这个代码，非常复杂的 Planning Control 可以说在美国高校都是最难的一个学科，特别难，数学一堆的数学我是搞不懂啊。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Boston Dynamic 这个机器人，你看它搞什么后空翻呀，搞什么跑酷啊，这其实也是 hard code， 其实就告诉你你到这个角度你身体要怎么调整，然后你下一步要怎么迈，就是每一步其实如果稍微编过程的人可能都有这个概念，你是非常累的，你就等于是你每一个步骤都要把它给规划好，对吧？这就是 hard code， 就它不能 scale， 就是你稍微换一个这个方向，换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它跑酷，它这几个箱子它摆好了，它其实就为这个写的，就是你再换几个箱子，它可能就不能后空翻了。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在高速上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 Autopilot 已经几乎完美了，但是在 City Street 上你总觉得差一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对，差很多。就是说在高速上呢，你想想车其实不需要做什么task 的，你只要按照限速跑就行了。但是在 City Street 上呢，你有很多很多微妙的东西，你看似很简单，但是你其实作为一个用户来讲，你其实很在意的，就是你左转的这个角度怎么样，就你或者这个刹车的这个快慢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最后用户会感受到的。所以这一 V12 解决就是这个问题，就让我用完 V12 之后，我觉得哇，简直是让我觉得这个提升。推特上有个账户叫做 Hallmark Catalog， 他就说就是最大的提升，我非常同意，我非常非常同意。如果你们有 FSD 静待啊，真的到时候你们来评论。OK， 好，我就想把你这层关系，你看你不干了，你要对吧？给我也加拿大来个第一个这个 V12 的，是不是？那就像这个财报说的，他说这是 photons in controls out， 对吧？就这个概念。好，那我们回去一下，我想听听这个 ChatGPT moment， 因为我读这本书里面，说实话啊，我个人我做一个这个投资者，对，我是有一个 revelation 的一个 moment， 就是因为你们以前一直说搞 AI， 那怎么突然又搞到这个2023年的时候，突然又说又迎来一个 AI moment？ 我说难道你们以前不是个 AI company 吗？然后呢？你刚才说一个定义非常好 ，ChatGPT moment， 那就是说这跟 ChatGPT 他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就你们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 shift？ 我觉得我更愿意，我不想从技术上讨论，我更愿意从我们投资角度，或者说从我们用户的心理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AI 呢，火了这么多年了，从 Deep Learning 开始，但是我们问问自己，真正的让你惊艳的 application 是什么？我个人而言，换脸磨皮，就是我自己理解啊，就是说AI 在Deep Learning 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最火热的时候呢，是它语音识别，就是它理解你的语音。其实现在的话，其实语音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你语音识别，对吧？它能 translate 成你的语句，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呢，你会觉得它是你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但是呢，你有没有那么 impressive 的一个 application？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长达将近10年的这个计算机视觉的应用，其主要是自动驾驶的应用。自动驾驶这个应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它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一个让大家惊艳 application？ 但是资本市场还是非常的火热，就是因为这个应用，在我认为是最具经济规模的一个应用，它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一个应用。但是呢，今天我作为行业内人员，我说实话，我是挺伤感的，或者说比较 down 的这个时刻。为什么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Waymo 的这个 Robotaxi 一早就推出了，但是呢，推出了仅此而已，这个市场好像并没有培育起来。那么特斯拉的 FSD 也说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作为投资者，你肯定想，
你每次都告诉我进步了，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在财务报表上体现出来啊？我这样的话，我今天的股价不就是一飞冲天了吗？对不对？就是这也是我觉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技术进步是实打实的，是没有任何虚的，完完全全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特斯拉在这个领域的，刚才也说了，它的领先程度，但是它距离产生经济效益的那个最后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是今天的这个第三阶段的 ChatGPT 为什么这么火爆？你愿意花$20买1个月来买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啊，就是说你花$20是，但是你期待是它给你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20。对，它是一个 tool， 它能够提升你的生产率，那么你非常非常愿意花$20来买这个东西。那么今天大家这么火热，还有一个就是 ChatGPT， 它到时候你融入你的这个它 to C 啊 to B 对吧？它通过这个微软然后卖给各个企业，会大量的产生盈利。所以这一刻 ChatGPT moment 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这一个领域爆发了。其实他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年，他们并不是说那个大家我们做自动驾驶的时候他们闲着呢，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而他们的也很多人就离开这领域了，但是到去年一下子突然间的爆发了，这就是在他们这个领域的 ChatGPT moment。我期待的就是我们特斯拉 FSD 的这个 moment， 这并不是特斯拉的期待，也并不是你一个特斯拉投资者的期待，这是一个全行业期待，因为甚至是很多风投的期待，他们已经投入这么多钱到这里面了，就很多人就告诉我说，我们就等着你们特斯拉了。你们特斯拉当时上海工厂引起了 EV 的鲶鱼效应，你们什么时候再把这个 FSD 的鲶鱼效应也给带起来？所以说这一刻就是我所说的，就是说你的技术的发展，你需要达到一个 point， 然后让它产生经济效益，就是突然间的，就是我理解的特斯拉的10倍之路就在这个 point。OK，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你在开了 V12之后，你得到这个 validation， 你并不是从技术角度，你是从用户角度。是的。然后你认为这条道是 OK 能够走得通的？因为从技术角度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AI 有个特点啊，它不可以解释。对，它是个 black box， 它很难去 predict。就是 ChatGPT， 就是 OpenAI 已经它画了张图，他们那个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曲线。那个它就是说我的模型多大的时候，数据库多大的时候，我就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个已经是在这个 AI 领域那个相当能够解释的一个点了。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做那个呢？就是说每次训练一个神经网络都花很贵的，你知道几个 million dollar。就是他要如果没有一个这么 projection， 他不敢乱训练的话，你一训练你不是白训练吗？对吧？所以说所谓 end to end， 在我入行的时候1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 paper 出现了。为什么到今天才真正的使用？我觉得 idea 是 cheap 的，真正落地才是最无价的。execution， 但是你可能要问特斯拉 execution 这么强的公司，为什么去年才开始 execute 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要看技术演进的，就是说，因为你 AI 的问题就是你不试你不知道，然后你试呢，你简单的试还不行，你还必须非常非常扎实的去把这个事去执行下去，才能知道 work 不 work。而且它需要有很多条件的。就是跟大语言模型我觉得不一样，是大语言模型的 data 比较好 collect， 它的训练呢，它都是 simulation， 对吧？它本质上实际就是一种 simulation 一样的东西，对吧？它出来它没有 real world harm， 对吧？在你 lab 里头，你弄出来之后，你不会说搞出什么事儿，但是你拿车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你的这个 insight 已经超越这个90%的专家了，真的，真的，我不夸张，真的，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从 AI Day 学到的是这样，就是我更愿意这么理解，就是说 end to end 呢是一个看似美妙但是风险也极大的一个 path。那么我觉得一个正常工程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你愿意一步一步的实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AI 一步的把整个 stack 全部侵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演进方式。 OK， 我明白了。好，那我问一下，那你觉得现在这 V12它往后的进步的速度，它会比我们之前那些 rule base 的那个 V10啊 V11 它要会更快吗？我觉得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更快。我已经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已经接到3次 update 了，所以说这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快。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特斯拉到了一个 moment， 就是说你
你公司的以后是科技公司还是造车公司，就看这一把了。我认为就是从资源的分配上来讲，也必须要全力以赴。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那咱现在呢，就聊一聊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对这个特斯拉未来怎么看。那首先想问你，你凭什么觉得它能够10倍？这个特别好的问题。首先，我说10倍呢，只是说是我心底里面认为它这个技术上的影响力，其实我心底里面觉得比10倍还要大。当然你硬要问我一个价格的话，那我们就用马斯克他的 prediction， 对吧？他说是特斯拉的市值要超过苹果加阿美之和，所以我觉得在6 trillion 是一个至少的。我心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predict， 我觉得这些 analyst 根本就 predict 不出来，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看到它盈利的模式嘛，对吧？还是计算不出来嘛。所以在这一刻，我从一个工程师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说它所技术上的难度和它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我觉得是至少10倍。OK， 所以你现在是不知道未来的这个模式是什么样，你觉得它是一个足够 revolutionary 就可以带来10倍？我不知道模式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特斯拉现有的我们知道的就是它的这个 FSD $12,000一年和它$199一个月，以及它未来的 Optimus，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一点，所以我的这一个10倍是假设这两个都能成功。OK， 那你比如说我去读这个穷查理宝典 ，OK， 它里面有提到过一点，就是说这个他们 Berkshire Hathaway 他们曾经就有人呢去找他们说，你们要不要买这个最新的这个机器，还可以很自动化，可以让你这个东西变得很便宜，然后让你的效率大增。然后他们想想，我不买这个东西，为什么？买完这个东西只能让什么呢？只能让消费者受益。我这个纺织厂，我是可能要裁员啊，或怎么样，我效率高，但是我竞争的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利润了。你看现在有什么纺织厂挣钱？它是个最底端。那我就想问，你 FSD 是都能自动驾驶了，那凭什么说你 FSD 它一定就那么值钱？那可能就是很便宜，但是你也不挣钱，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你这是一个非常好问题。我觉得现在想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那么今天我觉得投资者要关注的就是 FSD 变现它的路上的充满着多大的崎岖和挫折。特斯拉的 FSD 已经技术这么好了，但是确实如伊隆马斯克所忧虑的那个样子，就是他更忧虑 regulation。我觉得我也从某种意义上同意，就是 V12， 你说它能不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让它这么跑？我觉得在全世界你是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但是确实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自动驾驶的这个要求是最高的。它不像你的语音识别，不像你的 ChatGPT。其实 ChatGPT 你说它不犯错吗？它犯的错比自动驾驶多了，对吧？但是你是可以容忍它的，你是可以接受它的，因为你和它一起在 work。但是自动驾驶你就不允许它犯任何的错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再耐心一点。当然现在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大家更多的能够花12000买特斯拉买 FSD 的用户多起来的话，马上体现到财务报表上，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开心了，对吧 ？Investor 来大家这个能够贡献这个 EPS 了，对吧？然后在此之前呢，我觉得可能我预测还会有一个更近的一个盈利点，就是赚钱的一个点，就是他在财报上也被分析师问到的，就是你 licensing 给第三方公司，就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 to B 了，对吧？你就可以马上收钱了。也许这一点比这个 FSD 大规模被用户所购买可能来的还会更早一点。如果说这一点更早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就是你就可以看到特斯拉的股票进入 AI 的这个 story 了。OK， 那我现在转换一下身份，我刚才是做一个挑衅质疑者的一个角度，但我也是特斯拉的投资者，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想法。就是首先很多人说，首先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就是其实我们在 predict 未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错的，越是专家也是错的，尤其这个 S curve 起来之后，对啊，越是错的。然后我们的想象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
对吧？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叫 critical mass， 就是说你非得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才有可能出现新的你没有想象过的东西。举个例子，我刚上高中的时候就有网络小视频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靠这个东西赚钱，甚至说他们现在靠这个直播带货。最早时候我们能够网络去聊天的时候，那个感觉很不好的，你怎么能想到他能就实时的能够直播带货，甚至上老铁们1、2、3上货，一下点一下就多少个亿出来，你是想象不到这个东西的，对吧？也就是说，你只有这个体验到了一定程度，你才有可能催生出这种新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对这个 FSD 有所怀疑。那么多这种 edge case， 你怎么能够 solve？ 我人都解决不了，你这个机器，对啊，我现在就我找一个司机，我就真的就敢24/7的睡大觉了？我也不敢，我也得考验一下他，是不是？所以真的，我觉得需要有这么一个 moment， 一个 critical mass， 到那个地方体验足够好，你才有可能产生一些你完全不可能产生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经常我推荐我们所有的特斯拉的这个投资者去关注一个人叫Tony Saba， 对吧？这个大哥一年呢就做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都是一样的，连 PPT 都不带换的，就把这时间稍微换一换。他就讲这个新能源的这个 cost curve，OK， 他在讲这个，就说我预测有多么准。然后呢，他还提到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很多的这个激发我的想象力。他就说，你看，如果假设这个车真的就是能自动驾驶了，那它可能有完全是不同的一种模式。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有辆车可以让你免费来坐，它自动驾驶，但是你免费来你上下班你坐这个车，你在上面要去买我的咖啡啊，就好像我这辆车它就是自动驾驶的，上面就可以是按摩院OK 可以是什么卖煎饼果子卖早点的，是不是可以是什么玩游戏的，对吧？这就是完全你想象不到，这是可能是一种新的模式。或者换句话说，也许这就成了像房地产的一种真的叫 asset， 就是伊朗说的，它是发生了一个 asset 的一个改变，它从一个消费品，是的，对吧，变成了一个 asset。其实昨天财报之后，好像他那个伊朗 retweet 了一下，这个是我忘记是谁的了，就是说他认为 V12之后，FSD 如果有一天被 regulator prove 之后，它真的是所产生的经济轨模式，你无法想象的。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是有点捕风捉影，太虚无缥缈。就是你们总在说好，但是我就是看不到钱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机器人 Optimus 这个 project 呢，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 project。我个人我认为它是 FSD 的 Plan B。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 Optimus 并不是特斯拉从零开始的一个项目，它是站在造车业务和 FSD 的肩膀上的一个业务。它的硬件是站在造车业务上，它的软件是站在 FSD 上，所以说它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它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了已经。那么在这个时候 FSD 和 Optimus 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觉得在应用上来讲，Optimus 和 ChatGPT 有点相似，就是你和它一起 work， 并不是说它完全取代你，那么你就可以给它犯错的空间，而这样的话就极大的降低了它变现的 bar。所以说，如果说今天的我们说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就 FSD 弄了半天，无法解决你所说的 edge case， 无法真正的上路，那么它的技术也不是白做，它可以转移到 Optimus。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很明显 ，Optimus 的一上来就是 end to end， 它不走中间路径了，不走这个 Boston Dynamics， 没错，一上来就end to end 了。所以说你想，如果一家公司从来没做过 FSD， 它可能吗？所以这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转化。我们说最坏的可能，如果 FSD 没有 Optimus 一样10倍。那 Optimus 我就想最后再说一点，我意识到一个这一点，就是包括 analyst， 包括像我这种叫民科OK 对吧？民间科学家也好，或者你们这样专家也好，就是我们都从伊朗马斯上能学到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说一个东西不可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假设它的这个 assumption based on what is impossible。我们以前说，你看我弄个机器人，我弄个扫地不就行了吗？我 based on what？ based on 我们所有的机器人，我们都是 hard code，
我给你个非常 explicit 的一个 instruction， 走到这儿 pick up 弄起来，我给你放一个不同形状的杯子，你都干不了这个事儿，我得重新去写这代码。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现在能够允许你的，就你来说上来就是 end to end， 这才是对的，因为我们有了大模型，有了这个 AI， 你才会发现有一个 general use 的这种机器人才成为可能， hard code 成为过去了，你能去 train 它，我让它剥鸡蛋，对吧？它下一秒它不管是恐龙蛋还是什么小鸟蛋，它都能跟你去剥，它都能去学会。这个我们这个 assumption 的这种改变，就我们原来假设的那些条件它不存在了，它有了一个新的条件，那以前的不可能的东西就变成有可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这一点非常同意 Elon Musk， 这个 Optimus 会是 the rest of Tesla 所有东西 combined 在一起都比不过这个 Optimus 所带来这些经济的价值。是的，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特斯拉投资者应该挺自豪的，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洗脑啊，大家投向了改变人类的技术，真的是这样。而且没有哪个公司比它有更好的 position 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推动下去。是的，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说今天有一家公司，那就是特斯拉。对啊，这个我估计等那个特斯拉刚开始去不用量产就去做这个 prototype 的时候，它的建造的速度都比那个 Boston Dynamics 要强太多了。他们可能10年就搞了那几个后空翻的这个机器人，特斯拉可能1个月就能生产那么多。好，我们就 move on 到下一个 section。OK， 你作为一个特斯拉的前工程师，我想了解一下 Elon Musk 这个人，这本书里讲的是不是真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公司工作的这个感受，以及这个公司的 culture。因为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实际上我认为什么是本质，这个公司的本质才是本质，而不只是这个产品。就好像一个人一样，我可能会失败，但是我这个人没问题，我还能再起来。但如果这个公司出现问题，你现在 product 有多么光鲜亮丽，那不是你现在有多少市值呀、你的占领的这个比额呀等等，你的产品能够决定的。那咱现在呢，就来聊聊这个 Elon Musk 以及这个特斯拉这家公司。哎，不过咱这一节之前，我看看这个股价有多少钱了。又企稳了，又回升了，将近183了。OK， 你看我们就聊这么一会儿，涨了3块钱，不错不错。OK， 不过我想先做一件事啊，既然你也来了，咱们都是他的这个小迷弟 ，OK， 也是股东，我想让你给我签个名，在这个。我也请你给我签一个名啊！我们这俩多客气，在这个 AI for Cars 这一块，你帮我签。哎，记一下今天的这个股价。我觉得我有个提议啊，就是说，今天的股价现在是182.82，我的目标是10倍，也就是等10倍那一天，我们再回到你的这个民宿。我们再来拍一期视频，回首10倍之路。那如果这民宿到时候卖了，你再给我买回来。我要接受你的民宿。OK， 好，大家有见证啊。我推的 ID 我可以告诉你是 TSLA 99T 啊，你可以理解99T 是99 trading 或者9.9 trading， 自行理解。对，然后今天的股价我看看啊，现在是182.91。然后 OK，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我呢用我们频道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 OK， 然后我要再写一个 To the Moon OK 好的，太棒了，一定好好珍藏。好，我这一定好好珍藏。哪天我们让 Elon Musk 给我们也签个字。好，那我们提到他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他今天不做特斯拉 CEO 了，你会怎么办？那我是立即卖掉所有特斯拉股票。OK， 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本书讲的东西真实吗？我很惭愧的说，我没有全读完啊。我读了和我相关的一些章节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啊。我看这些章节和我相关这些，我就感觉像读自己的故事一样。所以说我是非常 attached to Elon Musk。那你为什么他要是不干的话，你也就不干了？你要卖掉股票，他对特斯拉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去了他不行？我认为特斯拉现在这个阶段，Elon Musk 是灵魂人物可能以后等这个公司 mature 之后呢，可能会不需要他，但今天这个阶段，以及在我过去7年所目睹的，他就是能特斯拉变成今天的一个唯一原因。不能说唯一原因，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感觉即使到现在，特斯拉里面还是有一种 startup 的一种 culture 的。当然，
特斯拉的 Star， 我觉得这也是我认为特斯拉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护城河，就是说这种 startup culture，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来自于几方面原因，其中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很多业务还是快速增长的，就是说它有很多，比如说大家所知道机器人是一个例子，对吧？就是它有很多这样的项目是快速增长的。然后呢，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基本上特斯拉是 understaffed， 就是说它的人和项目相比，比如我们自动驾驶这个组，你要知道 Cruise Automation 他们有2-3千人，就相当于是我们大概的10倍，所以说 understaffed 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马斯克他的领导风格，就是他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 startup 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会折腾你吗？是的，我觉得很简单，最简单一条就是他给你提高一个很高的目标。我从这个书里我看到他对员工的要求，有时候我觉得甚至是一种无情的存在。那你个人跟他有过这种比较无情的这种 interaction 吗？我觉得我们当时有个 joke 啊，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组每6个月都是一个新的组，就是人都面目全非。所以你要知道，我干了7年。我是很不容易的，对，所以确实你可以说他是无情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我记得他有一次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欧汉子，就是我们的自动驾驶欧汉子他非常震怒的一次，就是说你们 break the deal。我觉得这个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就是说我 hire 你们的原因是什么？是你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你们 break the deal 了。那么当然你们就该走就得走。我觉得这是他一个能够营造这种 startup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果导向。我觉得你能输出结果，那么你就留；你输不出结果，你就走。那你们大家能接受到这个吗？就是像一个类似于暴君一样的一个存在，就他给你这点钱值得吗？我想是这样的，肯定有人不接受，也有人接受。不接受就走嘛，对吧？硅谷有这么多好的公司，你肯定能够找到你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么愿意留下来的，那么就是特别接受的。那么我就是属于接受，当然我是中间有一段过程啊，有一段不接受，有一段被洗脑的过程吗？过程没错。所以我现在接着再给大家洗脑，这个为什么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他这个思路是，我觉得是，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你为一家公司工作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可能说你是为了钱，我觉得当然这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为了 career， 就是说你做完这个工作，你的下一份你能为你的下一部分工作能够带来什么？我觉得马斯克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就是说他能够激发你潜力的一个人，他能够甚至你激发你的潜力，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在特斯拉工作获得的工资、获得的股票收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下一个工作或者对我以后 career 的一个影响。我可以非常就是说我在那干了1年，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到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游刃有余，就是因为我被马斯克虐过了啊，你知道吧？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电视剧叫《繁花》这部电视剧啊，我觉得我能体会到那些演员就是对王家卫的一种崇拜啊，就王家卫总虐他们啊，但是他们就特别喜欢找王家卫拍戏啊，经济效益也不好，拍了好几年还不如人家拍半个月挣的钱多呢。但是每个演员的这个整个的潜力就被激发出来了，这是对他一生的财富，就是这是他的一个作品。那么我觉得我至少自己安慰自己，或者说自己也确实是心里面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在这个特斯拉自动驾驶这工作7年的经历，就是我的一个作品。我虽然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螺丝钉在里面，一个 team member， 但是它就是我的一个作品。那你们是996吗？不止996吧，我这也是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的原因。然后我原来是来自于一个这个德州的一个大厂，你知道吧？就是 work-life balance 特别好的一个公司。然后加入特斯拉就特别不适应啊。然后呢，我一开始还以为就是当时的项目紧张呢，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加入的是11月份嘛，然后到12月份呢。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大家都不休假吗？不请假吗？然后为什么不该回家了？因为在我原来公司早开始休假了，那不休假。然后呢，然后后来这个也是公司的，也是他的邮件，当然后来也被
泄露出去了，在 Electrek 上，就是说特斯拉 Autopilot 这个组呢，最近是24小时7。是这样的，所以我一下就懂了啊，原来这个公司文化就是这个样子。这种节奏持续了，可以说贯穿了我在这个自动驾驶组。那提到这个了，我觉得你们这个公司啊很有意思，你们的 culture 跟其他硅谷的这个公司的 culture 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给我简单对比一下，就你们是个什么样的 culture？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伊朗去 Twitter 的时候进去之后看，哇塞！又有我就拿个比较通俗，又有果盘，又有玛莎鸡，又有 latte， 对吧？又有健身房，然后他都觉得跟那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就好像村里的没见过世面一样。那你们里面会有这些东西吗？我们没有，我觉得这也是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失望的地方。我说难道不是应该有 free lunch 吗？怎么什么还要自己花钱还要？然后甚至连这个停车场都停不下车，然后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特斯拉所有员工都是有免费充电的？你是不是这么认为？没有的，没有，只有很少的车位才有免费充电。所以说根本就没有。我还是这么想，就是说它还是一个 startup， 它还是一直，当然你可能会说 startup 才有那个福利也很好，确实，我们当时就特斯拉收购过一家公司叫做 DeepScale 这家公司，他们大概有不到10个人就加入我们组了。然后呢，他们组的我有次私下问过一个同事因为我看他好像这个下班有点早，你知道吧？我就私下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你们公司更像 startup 还是特斯拉更像 startup？ 他说当然是特斯拉更像 startup。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种 startup 文化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和你做的整个公司的业务有关系，就是说它毕竟是一个硬科技。这个特斯拉，所以说这也是我一直特别崇拜马斯克的地方呢，就是他永远他创办企业，他永远找难的事儿去做，他不是找那种简单的容易盈利的事情，他弄的东西都特别难，就恨不得就是稍微你懈怠一下就会办不下去的这样的企业。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硬科技的原因，我觉得特斯拉也不可能 afford 那么好的 benefits。所以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免费的麦片啊，喝牛奶，这是就这仅此而已。能带狗上班吗？那不可能的。那我总觉得整个特斯拉它还是有一种 PTSD 的一种感觉，就是在你们17年18年那时候差一点点就是破产的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投资特斯拉的那个时候。就是我感觉一直到现在是被吓怕了的感觉，就是你刚才提到特斯拉特别抠门，那你当时就是你们公司在将近破产的这个边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新闻报道说 OK 拿卷卫生纸都得伊朗马斯签个字儿，这真的吗？这个我不知道需不需要签字，但是卫生纸是确实管用的，是足够的，但是确实是我们那个麦片是少了。然后那个什么，还有我们喝的可乐，从那个可口可乐变成另外一个杂牌，我也没听说过。非常可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之，确实是你能感受到在那一刻非常非常的，你就感觉到特斯拉总是和破产很近很近，你有一种这种危机感。那你刚才说这个 Elon Musk， 他现在还是核心人物，那我们其实从投资者角度来说。这是一个 key man risk，OK？ 那你觉得特斯拉在未来多长时间内还需要它，或者我们有一个什么 milestone？ 我觉得就是把机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机器人推向大众市场。OK， 我们就不需要它了，我们已经10倍了，它可以退休了。好，那我现在想从 Elon Musk 身上转移到你们员工身上。就是你们很多人都是特斯拉的这个，因为你本身就有股票，对吧？很多人就相当于是投资者，就是你们会受到这个股价的这个波动吗？或者说更直接的问题，你们这些人都财富自由了吗？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确实是容易受到波动。举一个最近2年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嗨嘛，因为涨得比较好嘛，不能说最近2年，就是在最近几年吧。所以说大家有一种心态，就 momentum 就觉得还会涨。那么有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啊，就是你每年要交税，你一般都要补税或者交房产税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是现金不够了，你很自然而然你要干什么？卖股票，对吧？但是呢，很多同事呢，
就是觉得还会涨，所以就都不卖股票。所以说他会就我们那个 eTrade 还给你机会借钱，所以说这件事情导致了最近的这些大跌呢，很多同事呢被 margin call 了，就是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说其实股票呢，股价是非常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不管是生活呀，还是你的工作热情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很有意思，那是在应该是在19年以前了，应该是，我们每个季度发财报 earning call 的时候，我们还会聚在一个屋子里面一起去听这个 earning call， 然后大家再议论议论之类的，所以说真的是挺在意的，真的是。那你们有没有飘的时候？飘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都会一直涨，一直涨的话，然后你就借钱，然后你也不卖股票，你去这个交这个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飘的一个表现。那到现在就是说，那跟我们这些外面的这个小的投资者一样，也有赔也有赚的，也不是说所有人都 OK 都财富自由了。哇，那当然，就是说，首先在硅谷的压力生活非常大的，我觉得就是说，正常人的或者传统的思维，你的首先要保证自己有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大家很多就买房子，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说在能够坚持到这次10倍20倍涨之后才卖的人是很少很少的，绝大部分人你都要按照自己的需求，你要先套现一部分。还有呢，很多情况就是很多同事就像他是对这公司的 mission 不认同也好，或对于马斯克不认同也好，或对于这个整个他有更好的机会，很多人在特斯拉待1-2年就走，这是很正常的，就是 turnover rate 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说像我这样能够待7年，这是另类。然后大家就可能我觉得我的那些同事早就想，你这人怎么还不走啊？还在这赖着，还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能够不是像大家所想象那样特斯拉员工都财富自由了，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我不能说是极少数，但是绝对不是多数。OK， 你看咱们今天在讨论股价，有没有你特斯拉同事在你们群里啊或者怎么样跟你去议论这个事情？对，因为就是首先我的这个很多同事啊是你这个频道的粉丝啊，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要来这儿聊股票了，他们也很开心很激动。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啊在这个特斯拉的时候吃午饭的时候呢，就喜欢跟大家聊股票，就是在没涨之前我就在那儿瞎扯。那个时候200-300分股前200-300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要上1500，他们你就骗吧，就这种那个。所以说我就挺愿意评论这件事儿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这种跌的是那这种来讨论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特斯拉工作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我认识了很多对特斯拉车和特斯拉股票感兴趣的人，我觉得和他们成为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群体，就是你应该再找不到第二家公司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狂热的一个投资者或群体的存在，又是你的车主，对，又是你的股东，同时又是韭菜，OK， 然后还做一个 YouTuber， 是不是？然后还要去学习你这个机器学习，我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community 我是特别 appreciate 的，所以我就是说我离职了的话呢，我也是我希望能够通过你来融入这个 community，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相信就是长期投资特斯拉的人一定会有回报的。而且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魄力和他的这种定力来投资这只股票的人，我也很希望能够成为他们朋友。好，欢迎加入我们这个更大的一个 community。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特斯拉横盘几年的话，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不能说我自己是 OG 了 ，OK， 就是你看到很多这个 OG 的这个投资者，都是当年的这个横盘很久之后涌现出来的，而不是说，前2年一下子对吧，标普500那个前后那个时候涌现，那个时候我们不好去 label 谁是真的投资者或怎么样，但只有经历这个长期的这种积累，你才能。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 community 这么 strong， 因为我们有这些 OG， 你能翻到多少年前论坛里他们写的这些东西，也许未来我们这个对吧，也可以是等它10 times 之后，我们也就成了一个 OG 了。
对啊 ，Ten Times 我们就在这间房间再重新聚会了，这样。好，那太感谢你今天，我们今天从上午开盘之后没多久，我们就一直看股价，一直聊到中午，然后聊到它收盘。OK， 我们终于是把现在是多少钱？现在182收盘。OK， 我们把它聊上了2块钱。对吧？这很值钱的，这2块钱很值钱。OK， 好，那谢谢老于。那我也非常感谢瑞，我觉得我也是从一个粉丝的一个视角看待了你是怎么工作的一天，我觉得是真的不容易，你是用心来做这个频道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瑞。一定要去 subscribe， 一定要 subscribe， 点赞 OK。 好的，那老于以后你是不是也要计划去做一些自己的，你的 Twitter 账号是多少TSLA99T 啊？TS OK， 我会打到这个屏幕上。然后呢，也希望你将来如果你也能做一个YouTube。对，我们先看看这期的效果怎么样，我看看下面人骂我的多不多，如果骂多我就不敢弄了，我这个人玻璃心，我有一点。骂你多不就有流量了吗？对，其实我们录这个视频，我们录了实际上是好几天，我们讨论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更多的一些细节，这些东西，然后有些东西不一定能够放到网上去放，那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会员区去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分享。到时候老于也会加入到我们会员，到以后希望呢我们线下见面啊或各方面能够去做一些互动。那太感谢了，特别想亲自的看看你们的这个会员一个大的朋友圈。 OK， 好，那就这样，谢谢，希望我们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它的股价能够起来，这样我们不会立刻被打脸。好的，好，不错